正在苏醒的天王乌拉诺斯，巨大生物完成和之国使命。大家好，我是朱亚本。上期视频我们详细分析了五老星与那个神秘的觉醒果实，然而1037话还留下另一个巨大悬念，那就是向主的出现。早在去年8月的视频，我们就详细分析过天王的力量，也曾经预言向主将会来到和之国。他到底为何而来？倒不如说，向主从一开始的目的地就是和之国。今天我们就从尾田留下的线索来揭开这个巨大生物的真相。向主至今已经存活了1000年，在海贼王的时间线里，他正好存在于空白的100年间。从愚人岛海之森的那块历史正文来看，乔伊波伊曾经与当时的人鱼公主，也就是上一任海王波塞冬，许下了某种约定。而阿拉巴斯坦地下的那块历史正文，又交代了另一个古代兵器冥王的下落。这两块石碑至少证明了一个事实：在空白100年间，乔伊波伊和古代兵器都曾经活跃过。海王能够操纵巨大的海王类，冥王是一艘巨型战舰，那么天王也很有可能在那个时代中展现过自己的力量，操控某种事物。回过头来看向主，他之所以1000年来都孤零零地游荡在大海上，是因为曾经犯下了某个错误，受到了惩罚，被命令除了行走之外不可以做其他事。这种命令就像思想肝硬，哪怕遭到攻击，面临生命危险也绝不违背，以至于毛皮族在向主背上繁衍了几百年，却从来没有见过或者听说过向主有自己的意识。可以说，如果有什么力量能够让向主产生回应并听从命令，那一定是来自他的主人。一旦他再次开始行动，必定是接收到了新的指令。而1000年来向主首次有所行动，就是听从了桃之助的命令，一击将杰克的舰队粉碎。同样是驱使巨大生物，回顾一下白星2次互换海王类的情景。童年的白星因为见到母亲以及王妃有生命危险，在极度恐慌和悲伤中，无意之间召唤来海王类。后来当失控的诺亚即将砸向愚人岛，路飞拼尽全力试图将它摧毁。强烈的意志影响了白星，白星因为自己帮不上忙而难过，渴望自己能够帮助路飞保护愚人岛的想法，在无意之间变成了愿望，召唤出了海王类的力量。白星2次互换海王类都有几个共同点：一、希望实现某种结果；二、在无意之间发出愿望；三、处于某种强烈的情绪中。如果说这些就是古代兵器发动的条件，那么桃之助在号令向主时是否具备这些特点呢？同样是遭到危险，想要保护毛皮族和草帽一伙，同样是处于极度的恐慌中，不同的是，这一次桃子身边有路飞的引导。就在所有人手足无措的时候，路飞如同直觉一般，告诉桃子应该怎么做。桃子不再是无意识的发出愿望，而是主动的向向主发出了命令。以及王妃早就预言过，未来白星身边将会出现一位能够正确引导这一力量的人，并给世界带来巨大变化。10年后，这个人出现了，就是门崎地路飞，被命运选中的乔伊波伊。他与古代兵器以及古代兵器背后的强大力量，三者间存在某种神秘联系。还记得白星如何与海王类对话吗？人鱼族可以和鱼类沟通，却无法与大型海王类对话，唯有身为海王的白星能凭借心灵感应与海王类沟通。尾田用类似想法的气泡框标示出这些对话，区别于白星呼唤路飞时的对话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小孩子喊出来的话可以被向主和海王类这样的庞然大物听到，并在超远距离外前来响应召唤，也解释了为什么路飞的意志可以触动白星，因为真正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心灵感应的力量。明白了这一点，再回过头来看向主的行动，就能发现更多细节。目前为止，桃之助曾经出现过2次头疼，头疼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身体受伤，而是因为脑海中听到了某种巨大声音。第一次头疼是在左屋，刚来到左屋时一直觉得很不安，他大部分时间都躲在屋子里，然而路飞登陆时却没有察觉到任何异样，明明他也拥有倾听万物之声的能力。后来草帽一伙与犬男猫蝮蛇一起前往鲸鱼之树的路上，桃之助听到了声音越来越大，但路飞依旧毫无反应。到了杰克袭击时，向主发出了求救声，这时路飞和桃之助都能听到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路飞时而能听到，时而不能听到呢？答案只有一个，在危机出现前，向主并没有主动发出呼唤，而是因为桃之助的到来，向主强烈的情绪产生共鸣，与他联系最紧密的桃之助脑海中才会有巨大的声音出现。这种情况和当时罗杰海贼团在左屋遇到的十分相似。关于玉田是桃之助的父亲，向主才会一直注视着他们。就像白星还未出生时，海王类们就把尼普敦所在的愚人岛大门撞坏了。这些神奇的巨大生物能感知到自己的王，并因此而兴奋。如果说桃子的第一次头疼是力量开始苏醒的征兆，那么第2次头疼就改写了整个和之国乃至世界的命运。在整个鬼岛大战中，桃之助就不止一次地感知到屋顶路飞的状态。漫画1008话，桃之助感知到了路飞的精神和身体状态。随后在1012话，桃之助再次尝试感知路飞的状态，这次他只听到了2个声音，也就是路飞和凯多。而到了1014话，关键的转折来了。桃之助正看到日记里的重点，突然头疼欲裂，脑袋里响起了某个声音，这个声音正是来自路飞。当时路飞被凯多击败掉入大海，但依然没有放弃。能力者掉入海中会失去力量，更何况是在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向远在空中的桃之助传话。这种奇迹正好说明他们之间能够用心灵感应进行沟通，并感知对方的状态。桃子在听到路飞的话后，又眼睁睁看着警卫们和小菊在自己的面前被凯多杀害，悲愤至极时，用尽全部力气鼓舞大家继续战斗，并在最后说了一句：“路飞他一定会赢的。”桃之助凑齐了发动力量的那3个条件，在强烈的情绪中，在路飞的引导下发出了愿望。
他希望路飞能够赢下这场战争。这股强烈的意志被相主察觉到了，作为桃之助的力量来协助路飞。这也是为什么相主能够行动，因为他接收到了新的命令。当时杰克袭击相主的事件结束后，盲鼻族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相主经历了上千年的岁月，目的地究竟在哪里？这个伏笔总算在鬼岛决战找到答案。相主一直在等待他的主人给他下达目的地，只有新的命令或者宽恕才能终结这长达1000年的惩罚。顽皮族虽然是依附于相主生存，但也有早晚一天会离开这里的觉悟。当时在佐物篇的末尾，路飞等人开始分头行动，而桃子选择留下，试图与相主再次对话。这里就已经暗示桃子与相主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强。那么如果桃子真的就是最后的古代兵器天王乌拉诺斯，为什么他操控的是相主呢？从生命卡里公布的信息来看，相主属于纳塔尔利达象，这个种类的巨象拥有不可思议的体型。相主目前的身高就已经超过了35000米，而他最喜欢吃的食物就是空岛的蔬菜和巨型海带。你没有看错，相主的食物其实来自空岛。路飞他们到过的空岛白海和白白海，高度分别为7000米和10000米。相主的身高已经轻松超越了空岛。即便是在空中世界，相主也是巨无霸级别的存在。神话中乌拉诺斯是代表天空的神明，是不是意味着天王即为天空之主呢？在罗杰海贼团从空岛返回大海的途中，关于玉田曾经将桃之助高高举过头顶，让他尽情感受天空，并说这就是世界。后来在相主回应了桃子的命令后，警卫们曾经喃喃地说了一句：不知道玉田大人是否知道桃之助大人的这个力量。种种迹象表明，玉田对光月一族的命运并不是一无所知，特别是在到达拉夫德鲁后，玉田知晓了一切，也明白了和之国锁国的原因，坚定认为开国必须要由光月家来完成。但就跟罗杰一样，他们都来得太早，古代兵器真正苏醒前是无法完成这一目标的。世界迎来变革还需要等待20年的岁月，所以玉田在与凯多决战前就将遗书写好，并拜托石夫人用自己的能力将桃之助送到20年后与乔伊波伊相遇，在那个人的引导下觉醒真正的力量。而对相主来说，他既然是被惩罚飘荡在海外，也就意味着原本有个地方是他的故乡。如果天王注定是光月一族的血脉中轮回诞生，那么1000年前相主的主人也应该是光月一族的先祖，并由他带领族人创造出了历史正文。一直以来都有个问题困扰着我们：历史正文如此庞大而又沉重的石碑，究竟是如何将它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呢？在福叶连载圣平的海峡孤旅中，我们看到过一块历史正文，人类搬运这种石块十分吃力，但如果有棉金剑这样巨型生物协助，就能轻易搬运。那么光月一族的先祖创造出历史正文后，是不是依靠古代兵器天王的力量，驱使巨大生物们将历史正文分散呢？如果假设成立，那么作为一部完整的历史，就需要凑齐所有石碑才能阅读。散落在世界各地虽然保护了它们不被人一口气破坏，但也增加了收集难度。如果你是石碑的作者，是不是还要留下某种方法，能让命运选中的人们可以在茫茫大海中找到它们呢？这个方法就是声音。虽然直到目前为止，尾田都没有交代历史正文的材质，但拥有倾听万物之声能力的罗杰能听到石碑中的声音。如果其中文字是涉及到强大的力量，这股声音也会变得更强。罗杰海贼团就是凭借这个力量，才能找到众多历史正文。天王也许在1000年前用自己的力量赋予这些石碑独特的声音，只有那些注定有可能改变世界的人们，才能拥有倾听万物之声的能力，也才能发现这些线索。没想到光月一族是强大的时光一族，和之国又是海楼石的原产地。如果制造历史正文的材料就是更加特殊的海楼石，而海楼石又是大海的结晶，是不是意味着大海也能传递声音呢？如果那场席卷世界的巨大战争即将到来，路飞想要呼唤所有向往自由的力量，那就必须有一种方式可以让整片大海都响起第一的声音。如果路飞的终极梦想是全世界一起开大宴会，那么也必须要有一种方式可以让整片大海都听到干杯的声音。这也许还能解释另一个奇迹：为什么当时路飞掉入大海后，海里也出现了声音？红星海贼团的潜水艇正是因为在大海中听到了某个声音，才救下了路飞。尾田2次强调这一点，绝不是偶然。也许正是桃子发出愿望的那个瞬间，天王和乔伊波伊的声音在无意之间传到了大海中。现在，相主终于可以回家，他的到来是为了响应桃子的呼唤。要赢下这场战争，还要解决3个问题：1. 战胜凯多，将由路飞独自完成；2. 处理火药，将由代表大口真神的大河完成；3. 撑住鬼岛。凯多被路飞击败后，鬼岛的烟云消失就会坠落，但桃子目前的力量还无法创造出足够托起岛屿的云朵，那么这时候就需要相主的协助了。剧本正在往愚人岛篇末尾白星发动能力的方向发展，相主会像拉住诺亚的海王类门那样，用巨大的鼻子将坠落的鬼之岛抓住，拯救岛上和花之都的所有人。而在赢下这场战争后，和之国还需要迎来开国，必须解决影响国家周围的海流和气候，相主的力量必定会派上用场。在完成了这一系列使命后，和之国真正变成了光月玉田所期望的那样，能够成为乔伊波伊的助力，一起迎接这片大海最疯狂的时候，揭开世界最顶级战争的序幕。关于和之国与天王乌拉诺斯的秘密，还有许多有趣的伏笔，欢迎大家翻翻作业本去年8月份那期关于天王分析的视频。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1037话的细节伏笔分析啦，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对本话的看法哦。我是作业本，下期见啦。